嗨，各位朋友，我今天第一次要和我频道的观众见面了。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身份，比如说我们是2个孩子的妈妈，法律从业人员，同为陆琪。他好像已经到了，出站也就可以跟他碰面了。Hello， 说说。刚很纠结，到底是大力水手还是多肉？想了想呢，还是选择有烟熏鲑鱼的大力水手。哇，看起来很赞呢！嗨，Lisa，Hello，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约了好几次，太不容易了。对啊，毕竟这个孩子也经常生病，然后妈妈也辛苦了，终于对庐山真面目见到。对，约了。对，小孩子动不动这个礼拜生病，下次又换另外一个小孩生病。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比较轻松的聊天啦。有机会跟陆佩见面的话，我其实都蛮好奇一点，就是你怎么跟你老公认识的？哦，我们在大学社团认识的，因为我老公大学哦，我老公去上海念大学，然后我们在大学的社团吉他社认识的。所以你们俩都会弹吉他？他比较会，我比较不会。下次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吗？你也会是不是？我不会，我可以负责唱的。我们对吉他社认识，不是一个专业的，就交往了6、7年，然后后来结婚，就来台湾这样。哎，那怎么想着是到台湾发展，而不是在大陆或者上海？因为他大学毕业就回台湾当兵嘛，没有想过要去大陆工作，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去香港读研究所加工作，香港生活压力也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想一下，就觉得说好像在台湾，因为他的工作也在台湾了，他也可能没有比较不适合离开，所以我就来了。那你要来台湾之前，你的父母是什么态度啊？父母当然是觉得就是有点远嘛，不方便啊，因为他们来不方便。对，因为你应该是没有在上海工作过，但你是直接在香港有工作，对，然后又在台北有工作过。对。那相较于这2个地方的话，你觉得这个职场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在香港的时候就是比较，好像同事就是同事，大家只讲工作的事情，然后下班也不会聊，不太会聊天，不太会问你个人的生活，不会问你有没有对象啊，或者你住哪里啊，可能都不会问，就下班就下班了，然后上班就是讲工作的事情。但是在台湾很明显的感觉是，大家会聊私人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是在香港，可能我工作了2年多，我老板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直到我跟他说我要结婚，他才说我原来有男朋友。但是在台湾，可能你上班第1天你就知道你结婚几年了，有点像我们上海的老娘舅，你知道吗？对，就是知道家长里短。对，他们同事就会比较会问比较多问题，也比较容易关心人。对，比较关心每一个新的同事的状况，这样。对，大家会可能会一起吃午餐啊，但是在香港我从来没有跟同事一起吃过午餐。这有点夸张，基本上没有，除非老板请吃饭，那也是老板请吃饭的场合。各吃各的，还是说只是跟原来熟悉的老员工吃？也有可能啊，大部分是各吃各的，或者有的人是不吃午餐的吗？还是我看有的女生是没有在吃午餐，这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觉得老板可能跟老板吃饭吧，但我不知道，就是合伙人跟合伙人吃饭吧。那我们会跟一些比如说同样背景的，比如说以前同学的，就是会一起吃饭，但同事之间的界限很明显。对，就是说我们那 team 的同事不会一起吃饭。但我认识的好像也确实比较没有，除非老板请吃饭，好像几乎都没有跟同事私底下。还就是我走的时候，我要走，他们知道我要走了，才约我吃饭说，Lisa你要走了。那么你在台湾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是你觉得很不习惯的吗？不习惯，也算是一个文化冲击吧。我觉得大部分是还好，但是刚来的时候有一点觉得台湾人讲话比较委婉。委婉是好的呀。对，有时候其实委婉大部分来讲是好的，但是有些时候你会不知道他想表达这个意思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对于一个本身如果直来直往的人来讲，的确会非常的不习惯，有一点。对，因为直来直往的人就是相对来讲他喜欢迅速
快捷的，就是知道对方的用意，对，但委婉会让你觉得，对，好像对。这是在说哪一件事情这样子？那你因为原来是江西人嘛？啊，对，那江西人的话，说话方式肯定跟台湾人很不一样。对，我觉得你现在的口音就没有很明显，是被改过来。我不知道，我觉得南方人好像本来就没有很重的口音。但是咬字好像有差吧？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跟我先生大学就在交往嘛，所以其实大学那几年好像我的口音就已经有点变了。一直到交往到后期，就是还没有来台湾之前，其实我的口音就已经变了，所以我来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就是刻意的，对，就是，但是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讲话会稍微就是让我爸妈听得比较你还是会调整一下那个用词跟语调，我觉得还是稍微会。那你觉得有什么用词不太一样吗？你现在还有感觉吗？用词哦，应该很多吧，但是一下想不起来。滑鼠啊，滑鼠，我们叫鼠标，那大陆是说鼠标。我们说的充电宝行动电源，对，没错。还有什么？丢垃圾，这个大家都知道连我那个从美国过来访问的这个研究的这位华人，他都知道是丢垃圾。对，我们要讲点难的，你们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关于那个资料其实大陆喜欢说材料，但材料的话，在台湾其实是说我去买材料，比如食材那个材料。对，那大陆喜欢说那个资料那种文件，就把它说成材料。对，我们通常都是这样使用。我们说质量，他们说品质，不太会说是吗？这个东西质量怎么样？好像他们不太会说质量怎么样，说品质怎么样。对，还有那个我们说。台湾说透过什么什么，大陆喜欢说通过什么什么，对不对？还有说我们说渠道，台湾是说管道，台湾不说渠道，通路是吗？对，我们会说网络，他们说网络跟网路，对。还有我们会，比如说还有一个，我老公常常会觉得我讲话很好笑，就是我说抓紧时间。台湾人好像很他觉得好像台湾人很少说抓紧时间，我不知道，但我们好像很少说抓紧时间。对啊，我不知道他怎么讲，他可能就是说你就是动作快，就是好像很少会说抓紧时间，我不知道啦，我觉得。那有在大陆生活过的台湾朋友，如果看到我的频道，也可以分享遇到过一些用词不同，会给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或者一些小小意外的事情，那也可以在这个频道上给周周留言哦，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哦。因为我知道你也有2个孩子嘛，而且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有2个孩子。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再跟原来同学，就上海的同学有见面，再聊过孩子教育的问题？有，就是有些同学他的小孩在上海念小学嘛，那也有他有2个小孩，一个念私立，一个念公立。就是他最近有跟我讲说他的。因为念私立的那个小孩，其实那个小孩很优秀，在班上的成绩也都很好，然后自我要求就是蛮高的，但是因为他有一阵子生病流感，然后1个礼拜没去上学，然后在之后他就要回去上学的时候，他就不敢回去上学，他就压力很大，他就觉得我1个礼拜没上课，我会就是落了很多功课啊，就不敢回去了，然后就每天早上就哭啊，就觉得。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让他这么大的压力，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到底功课到底是怎么样？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小学3年级，上海的私立小学，他每天回家写功课，大概要认真写，要写3个多小时。就是你放学，你可能5、6点回到家，你就赶快要吃饭，然后就一直写到10点多，对，然后还是很认真的写。因为小学生的状况，因为我家姐姐是读2年级，就是在台湾的小学读2年级，我觉得她的功课量就是你认真写，可能半小时就写完了，差好多哦。对，就是你认真完了，没有什么难的，没有说要花很多精神写，或者是就你认真写的话，除非他就是边写边玩，那可能拖时间。那如果他认真写，1个半小时就写完了。然后私立小学大概就4点半放学，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比起来是差很多的，跟同样是私立小学，就是上海的私立小学跟台北的私立小学。它是有名的私立小学吗？你说上海的吗？可能还算还可以，就是徐汇区的，好像还可以。然后他说公立小学就没有那么多上海的公立小学没有那么多功课，
但是我又问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无法理解，也觉得就是很难接受的，就是说，他说上海的小学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他就是课间不让小朋友出去玩，只能在教室里玩。为什么？可能老师可能是怕小孩会受伤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怕会跑出去会有什么状况或怎么样？我觉得是怕担责任。跑出去是说去操场吗？但是不让他们去操场玩哦，可以上厕所而已。可能是吧。就是我听我朋友讲的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所有的学校都这样，还是只有个别的学校这样子。那关于上海学校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不是如你朋友所说的，或者是也只是一个个案学校的问题，或者普遍有这种问题？如果正好有了解的朋友、有观众看到了，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让我们更加的了解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因为可能在大陆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环境，就是小朋友补习啊，然后考试啊，这个就是他们讲说很卷的这个状况下面，然后整个小孩的压力蛮大的，所以我朋友甚至就觉得说，是不是从国中就想要让他们去国外念书，可能考虑去加拿大啊，或者是就是欧美的国家，就是想让他们就是换一种对，换一个环境。其实台湾跟大陆可能这个方面有点像，就是老师希望你按照他讲的去做，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很多自己的意见，或者老师也不希望你讲很多你的意见，就是他希望他讲什么你听就好了。可是可能他们希望小孩可以接受的，就是比如像欧美的环境，老师鼓励你讲，老师鼓励你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挑战老师这样。对，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没做好也没关系，他不是一定要通过考试来证明来评判谁好谁不好。之前你有听过吗？就是说，就是老师批改试卷的时候，就是亚洲跟西方国家的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亚洲呢喜欢说扣分制，对，扣，叉叉扣分这样子。对，然后呢，欧美这边呢是说打勾，好，你这个答对了，我给你加多少？答对了，我又再给你加多少？就是孩子看到的都是正向的，说我得到了多少分。然后亚洲呢这边就是看到说我扣了多少分，就心态上会很不一样。对，所以我之前看到这个比较，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们很喜欢用扣分制，就给你扣分这样子。就是生完2个孩子以后，你为什么又没有回到那个让人有点厌倦的大企业的这个法务的做？原本是在一个台湾的比较有名的一个科技公司做法务，就刚来的时候就做，后来也做了5、6年。有妹妹了之后，就会觉得可能时间不够吧。就是有2个小孩之后，你要接送小孩上学，然后回家还要照顾他们2个人的事情，你就觉得工作跟家庭有点没办法兼顾，因为大公司就是事情很多嘛，有公司你永远做不完的事情，可能永远都是有东西等着你要做，或者你回去可能还要再加班，或者是你周末可能要加班。然后你有2个小孩以后，你就会觉得你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东西，也没办法加班，你时间到了你就要走，你要接小孩，然后假日你也是。你不可能把这个照顾小孩的事情都丢给另外一半去做，就是2个人都是要互相搭配的嘛。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是有妹妹之后，我就决定，没有要回去原来的公司工作，就觉得要一个比较弹性的时间，可能也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应该说就是以照顾小孩为优先嘛，至少他们可能小学以前都不会继续做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事情。对。谢谢 Lisa， 我们其实一开始有在餐厅享受美食啦，但是那边空间太小了，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呈现我们吃美食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我很开心能够坐在公园里跟 Lisa 聊了那么久，然后也谢谢观众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